这是一台据说价值达到8000万人民币的超级跑车——兰博基尼毒药。买不起呢，我们可以用乐高来拼一辆，比例1:8，车长57厘米，重3.1公斤。要实现的功能有前后推杆悬架、转向、方向盘联动、发动机联动，关键还要有4速序列式变速箱，以及还有2侧的剪刀门开合、前盖开合、引擎盖开合。为了方便日常展摆和下地把玩，电机和主控的快装快拆也是必不可少。这就是 K 合资最新发布的兰博基尼毒药。除了全车外观科技面板采用了金属滚镀工艺以外，4套轮毂、4套刹车碟片和刹车卡钳甚至采用了合金材料，轮胎也是采用了印刷件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造车过程。首先完成的是后悬架，中间的差速器前后都预留了动力输入接口。为了实现悬架回弹，我们需要在左右两侧各加入一枚大避震，一端固定在底盘上，另一端固定在摆臂上方，模拟推杆悬架的效果。接下来加入的是4速序列式变速箱，通过换挡凸轮对动力传输环的控制，实现对不同齿轮组的选择。行驶动力从左右两侧预留给 XL 电机的十字轴进入，各经过3枚16齿齿轮以后进入变速箱。其中1档和3档分别选择前面这里的20:12或者16:16的齿轮组，然后向车尾方向传输。在车尾这里经过一组24:20的齿轮组以后，从后方进入差速器。其中2档和4档同样也是分别选择前面这里的20:12或者16:16的齿轮组，但是直接从前面中间这里进入差速器。差速器位置的齿轮比是22:14，所以4个档位的齿轮比分别是3.14、2.62、1.89和1.57，也就是呈现出了渐进式的齿轮比变化。而发动机联动则是通过车尾这里的24:24的齿轮组实现。接下来完成的是前悬架，同样的，我们需要加入2枚大避震零件，配合摆臂上方的推杆结构，模拟推杆悬架的效果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在前悬架加入转向联动结构，这里使用了2根齿条，其中方向朝下的这一根用来啮合思孚电机控制的这枚28齿齿轮，在28齿齿轮上面通过一枚43093插销零件对转向进行限位。而方向朝上的这一根则通过一系列齿轮组最终连接方向盘，实现方向盘联动。方向盘后面加入了换挡拨片联动结构，不过换挡手感比较一般。在底盘下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组预留给遥控换挡功能的联动结构，套装本身并没有最终完成这个功能，可能是留给玩家自己改造的用途。在完成了整个底盘以后，我们可以加入电机来做一下测试。可以看到行驶和发动机联动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需要改动调整的地方。首先是换挡拨片位置，这里需要拆掉左右各2枚6632，一枚18654，然后直接把59443套在43093上面，最后装回去就可以了。改动后可以看到联动也就变得非常的丝滑。另外就是转向结构，这里靠里面的这根齿条和齿轮之间的啮合不稳定，可能导致转向联动异常。这里我们把第96部的一枚15100换成3673，一枚2780换成32556，然后在上面各装一枚18654就可以了，也就是需要把这根齿条顶住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外观部分的搭建。爆肝了13个小时，这辆兰博基尼毒药就完成了。经过和模型的对比，可以看到这款作品在整体外观轮廓的还原度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。车头部分，设计师一共通过了5组科技面板还原了原型车前盖的主要特征，比较锐利的前盖前沿角度也是得到了搭建，不过高度似乎要偏高了一点。Y字形大灯，下方的进气格栅，2侧的风刀同样也是做了搭建，不过2侧风刀的位置好像有点靠外。侧面透过合金轮毂还可以看到里面的红色卡钳，并且这个轮毂外观应该也是参照原型车专门定做的。再往后，车门的角度得到了还原，下面的侧裙以及车门后方的进气口也全部都做了搭建。车顶部分，原型车这里有一个进风口，对于这个细节设计师做了省略。不过从车顶一直延伸到车尾扰流板的这片巨大的鲨鱼鳍，设计师通过65422螺旋桨扇叶这个零件进行了还原。引擎盖上面的6个楔形开口，这款作品选择了相对比较抽象的还原方式。车尾2侧的 Y 字形大灯，下方的散热通风口以及底部的扩散器，基本也都做到了搭建。再看功能部分，首先是前后悬架，测试下来回弹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回弹行程比较小。
然后是方向盘后面的手动换挡拨片，经过大概100多次的连续换挡，手感清晰，可靠性也没有问题。不过左侧拨片需要用的力要稍微大一点。在静态版情况下，4个档位推行过程中的发动机联动测试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同样没有问题。然后是车门开合、前盖开合以及引擎盖开合。前盖开合过程中会和周围零件发生一点干涉，但恰好也起到了支撑的作用。引擎盖虽然可以打开，但并不能很好的保持帅气的打开角度。在动态改装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牢固度。首先，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科技面板的多点固定，像这样从车头、车尾或者从两侧把车子抱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整个车体骨架的牢固度也没有问题，从前后抱起来的时候，中间并不会塌下去，包括抱起来抛一抛，基本也没有什么压力。相对薄弱的位置，也就是几个使用了砖块零件的地方。同时，轮毂外面的轮毂盖由于并没有采用插销，而是采用直接紧配的方式，所以如果没有装紧的话，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脱落。接下来我们加大测试难度，所以这个牢固度大家感觉可以打几分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装入电机和主控来做一下动态版测试，需要用到1套主控、1枚4伏电机、2枚 XL 电机，整个改装过程大概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。在没有下地的情况下，可以看到4个档位的车轮以及发动机联动都没有问题。不过转向还是会出现之前阿波罗 EVO 和兰博基尼大牛的类似问题，也就是转向后车轮可能会因为齿轮跳齿而无法回正。对此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善方法，也就是在这个限位用的43093上面装一枚37131单位轴套，进一步缩小齿条的运动行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下地行驶测试，经过测试可以看到4个档位的行驶都没有问题，同时车辆的行驶速度也呈现出了一定的渐进式变化。经过我们的改造，车辆的转向也没有问题，同时转向半径也不会太大，遥控操控下来的感觉还是挺灵活的。那这辆车子的整体测试情况就是上面这样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包装，彩盒仍然采用了异形车库版包装方案，左下角标注了年龄定位、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。打开彩盒，里面有2个零件分盒，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12个零件分包，6个大步骤。拼搭手册装在透明袋子里，厚度大概1厘米，一共有522步。按照彩盒上标的3711片零件数，平均每步7.1个零件，稍微有点偏多。套装内没有贴纸，不过包含了比较多的采用了边缘印刷工艺的印刷件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